隔了几天，他的神母带来一张请帖，具名吴云甫。我知道这是吴四宝的官名，习设纪云清住宅。这位纪云清本来是吴四宝的老头子，因为吴四宝知道我不敢出租界一步，所以就借纪宅宴客。他的神母说，请的客人即是丁锡山、林之江一般人，他的宗旨是要这般人知道我和吴四宝的关系，免得将来我有什么被绑的事件发生。我见到这般好意，就答应去露一露脸。到了那天，我约了姚吉光，他也是纪云清的徒弟，是一个报人，人称小爷叔，同去。到了那边，已有10多个人在推牌酒，满桌都是黄金美钞做注码。吴四宝只和我点了下头。姚吉光说，今晚这顿饭非到11点钟是不会开席的，但是我们2人荡来荡去也不像样，我叫许一珍他们陪你挖几圈花，也可以消磨这一段时间。许一珍是纪太太金宝师娘的拖油瓶儿子，为人很忠厚。因为许一珍曾和人合伙开过中药铺，对我的名字还熟悉，也很客气。这次宴会中，他们推的牌酒越推越大，满桌虽是黄金美钞，其实全是人家的性命汗血，推到11点钟才暂告小歇。吴四宝大声招呼我入座，竟然要我坐头位。个人坐下来之后，吴四宝为我一一介绍，我也弄不清楚谁与谁，只知道丁锡山就坐在我身旁。我听见他的大名，就好像坐在计时炸弹旁边一般，感到深深不安。吴四宝就说，陈存仁不但是我在世界书局时代的老友，我前年生了一场病，也是他医好的，所以请在座各位对陈医生多多照应。说罢，他就站起来敬大家一杯酒，我也接着立起来，还敬他一杯。吴四宝又要我和坐在我左右两边的人碰一下杯，这2人一个是丁锡山，一个我记不起他的名字，总之也是计时炸弹之类的人物。那晚的菜肴很丰富，那些人只吃了4个冷盘和1碗鱼翅，就纷纷回到牌酒桌上去。吴四宝对我耳语说，你放心吃吧，以后担保你没有事情。从这次宴会之后，姚吉光便对我说，老兄，你今天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了。的确，从此以后，不但我的心宁静了不少，而且在沦陷8年中也不曾受到绑票的惊吓。几年之后，许一珍常常到我诊所来闲谈，谈起吴四宝已经被日本人毒死，陶雪生被日本人杀了头，什么人都不得善终。其中丁锡山的收场最迟，也死得最惨，头颅被挂在青浦的电杆木上。唯有林之江在胜利来临时搭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线路，他知道许许多多汉奸的藏身之所，由他访明避居之所，一一加以逮捕，因此又立了功。此时又有人要林之江拘捕陈宾和，他谎称陈宾和已逃往湖北某地，当局信以为真，便拨出一笔巨款，叫他到湖北去查缉。他把心一横，就带了款子逃到香港。所以这一批绑票头子都没有好收场，只有一个林之江是死在香港的。精神分裂，魔鬼缠绕。1950年，我已移居香港。某日，在诊病时，一个面目黝黑、形容憔悴的病人到我诊所来，他的后面跟着2个人。他开口问我：“你认得我吗？”我看了许久，说：“我接触的人多，一时想不起来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林之江。”经他一提，
我就想起了当时他在上海杀过许多人，同时也做过一件事，就是我的夜师被绑票是他营救出来的。林之江坐定之后，请我诊脉，同时以很沉重的表情等候着听取我的诊断见解。经望闻问切了许久之后，我坦白地告诉他，你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，除了胃病之外，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病症。他告诉我说，是的，经过几间医院检查，证明我是没有什么病。但是他自己觉得死期即在目前，要我救救他。我这时已觉到他的神情完全不正常。他继续说出，他天天被许多鬼魂所围困，白天侵扰到坐立不安，晚上简直不能入睡。我说，世界上本来是没有鬼的，这许多鬼怪情况完全是你的幻觉作用，只要你振奋自己的精神，这种鬼怪是不足介意的。他说，现在的情况就是无法振奋自己的精神，魔鬼终日追随在自己左右，所以要许多人来陪伴我，否则一天也支持不下去。他很坦白地说出，当年为了消灭异己，每天总要打死几个人，这种暗杀工作都是由他亲自处理。他当时只为了权势与利禄，根本不信会有鬼魂来报仇，杀人之后毫无愧疚，而且觉得枪法越准，越是痛快。只是有一次，枪杀了一名壮汉回来，便觉得这个面目可憎的鬼魂一直追随在他的身旁，已有7、8年之久，使他终日惶惶然。后来眼见威胁着他的鬼魂愈来愈多，以致今日这般地步。林之江，黄埔军校6、7生，76号特工总部行动总队长汉奸丁默村的亲信。我就解释给他听，从心理学上讲，你杀人之后，亲眼见到这个壮汉倒下去，当然是张口吐目、咬牙切齿、满身是血的恐怖情况，这片刻间的印象深深印入脑海，是你终身消灭不了的。由这种印象的威胁渐渐变成幻觉，在你的心目中就是鬼。这个鬼可以终日追随在你的身旁，令你日夜不安。他听了我的话，很是满意。我针对他所患的若干病患，开了一张药方给他，他就走了。次日一早，他又由家人陪来。他说听了我的解释，当时受到感动，但是一到家里，脑中又乱想不已，自己无法控制，因此又见到了那个面目狰狞的壮汉的鬼影，简直一夜不能入睡，越到深夜越是害怕，竟然有许多鬼魂鱼贯而入，对其身体做种种击撞。清晨起来，看见肌肤上果有不少青紫色的淤痕，他问这种淤痕是否就是鬼打块。我说这是你病久之后气血不调和，整夜受到恐怖心理的缠绕，由心理的影响，静脉管膨胀，可能有这种现象发生。于是我又为他开了一张药方。